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最新一期的灵宠毕方。毕方是一只讨论度比较低的灵宠，因为大家都把焦点放在了兔子和白泽身上，但实际上毕方在位的时候，其统治力是一点也不会输给兔子的。出战毕方是火烧专用的灵宠，会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并施加一层不可抵抗和驱散的轻焰。轻焰会持续2回合，每回合会对目标造成攻击力60%的伤害。毕方施加的灼烧数值和朱雀是一样的，并且也同样拥有引爆灼烧的功能。持有轻焰的敌方武将，每次普攻或怒攻后，都会为相邻武将施加2层灼烧，并同时引爆自己身上的随机一个灼烧状态。这等于是同时内置了小周瑜的引爆和蔓延在内，而且在效率和伤害上都比小周瑜的更高。小周瑜的蔓延只是将即将结束的灼烧或被驱散的灼烧随意蔓延到一个相邻武将身上。小周瑜的蔓延是1:1的保住了灼烧的数量，并不会使灼烧数量增加。而且蔓延还有一定的不稳定因素在内，因为小周瑜的蔓延是可以被抵抗的。毕方的蔓延则是引爆自己身上的一个灼烧后，马上对相邻武将再施加2个灼烧，并且这个灼烧还是不可被抵抗和驱散的类型，伤害也是最高档的60%攻击力伤害。无论是蔓延的稳定性，还是添加灼烧的数量和伤害，毕方都比小周瑜更胜一筹。有毕方在，灼烧的数量非但不会减少，还会随着回合数增加而变得越来越多，越烧越猛烈。毕方的能力已经不能称之为蔓延，或许应该叫它繁殖了。相对于朱雀这种需要依靠武将来大量叠加灼烧，并一次过将之引爆的模式，其实毕方这种慢火烤青蛙的模式会更有优势。因为它并不需要有太多的武将来放火，也不必担心引爆灼烧后，场上会因为缺少灼烧状态而失去伤害。火烧队一直以来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就是队员绑得太紧，又要有人放火，又要有人加柴，还要有负责引爆和蔓延的。现在有了毕方后，一只鸟就兼顾了引爆、蔓延和放火3大能力。这么一来，火烧队就可以将位置腾出来，放入其他功能性的武将，比如防御型武将，去解决火烧扛不住的问题。只要回合数够长，毕方的灼烧伤害甚至可以比武将的输出更高。因此，场上也出现了一种没有主输出，完全只依靠毕方来打伤害的火盾队。由此可见，毕方的伤害是有多么的可怕。当然，出战毕方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它的缺点就是启动慢，毕方在第1回合释放轻焰后，要等到第2回合才会开始繁殖灼烧，在第3回合才会真正开始看到毕方的伤害，需要的热机时间是比较久的。另外，轻焰虽然不可抵抗和驱散，但它是可以被引爆的，所以队里还是会需要有能释放灼烧的武将，以降低轻焰被引爆的概率。这也是毕方的不确定因素之一。轻焰一旦被引爆，我方就会失去一个可以繁殖灼烧的位置，所以非火烧队伍使用毕方出战的效果就不会有灼烧队那么好用。出战毕方的第2个能力，每当有敌方武将被引爆非轻焰的灼烧类状态，就会随机使一个无果武将必定抵抗下一次负面状态，且受到的普攻最终伤害减免增加30%。此效果最多可叠加3层。但一旦抵抗负面状态，效果就会消失。毕方也会在战斗开始时就为全体无果武将施加2层此效果。这个能力对于火烧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开局2层的抵抗负面状态，可以让无果武将免受控制干扰，在打脏水、打火毒铝时也会变得更加容易。每层30%的普攻最终伤害减免，更是火烧队在接下来的版本用来对抗鼠突和女团的重要武器。硬件足够的专武吕蒙火烧队，在下一个版本里打女团还是会有一定的优势的。不过国际服的火烧队有一个隐患，那就是稀有善灵出的太慢。你没听错，国际服也有出的太慢的东西。官方为了赶着让 SP 张辽在1.5周年上线，而大幅度加速了版本的进度。
最后也造成了稀有善灵没有当期上线而大幅度落后版本的现况。火烧队在缺少灵灵后，防御和输出都会大幅度下降，相信这应该会影响到一点火烧对抗女团的胜率。抽取建议：出战毕方会完全取代朱雀在火烧队里的主战位置，所以想玩火烧队的玩家是一定要抽的。建议最少4星，把抵抗负面状态和普攻最终减伤的能力开出来。有能力的话，自然是直接拉满最好，绝对不亏。如果后续想玩 SP 张辽和 SP 孙策的火烧队，也建议把毕方抽起来，反正助战毕方在很多张辽的队伍里也可以使用。毕方在火烧队里的位置之后会被白泽给取代。火烧队玩家如果想节省灵宠券的，那就抽到4星过渡就好。但要留意的是，灼烧队使用白泽的时候，已经不是火烧队最强盛的时期了。如果你想体验的是最强版本的火烧队，那么建议还是拉毕方比较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助战毕方的能力。助战毕方会在战斗开始就为我方全体施加可持续制备击退且不可驱散的直距状态。拥有直距状态的武将在释放单体普攻时，普攻倍率会提升 50%， 若产生暴击，则额外使暴击伤害再次提升 100%。技能的最大受益者是关星、大乔、SP 张辽和姜维，还有之后才会登场的张齐英。不过，毕方的普攻倍率提升只会对姜维普攻的主目标生效，不会影响普攻额外对一列、相邻武将以及全体武将造成的伤害。不过这也已经足够了，姜维重点打击的目标本来就是其对位的武将。再加上暴击后可以提升1倍暴击伤害的能力，毕方所给的加成也已经足够恐怖，其他武将想吃到毕方的效果还吃不到呢。毕方的第二个能力会在己方武将每回合首次释放普攻前，异常状态抗性增加 30%。抗性在首次释放普攻后就会清零，但之后的每次普攻都可以继续累积异常抗性，直到 50% 的上限为止。和同样能开场添加异常抗性的穷奇相比，穷奇一开场就可以清掉3个异常状态，并且开场提供的 45% 异常抗性也比毕方更高。若只比较开场抗异常状态的能力，毕方当然是不如穷奇的。毕方是胜在后进族，穷奇的异常抗性有3层，不过一旦掉血失去后就无法再补回来。穷奇的异常抗性只能维持2回合，毕方则是每回合开始都能让异常抗性回到最高点。在一些回合数长的队伍中，比如盾将和女团，毕方能生效的时间就会比穷奇更加长久。当然，毕方的异常状态抗性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会比较飘，在回合与回合之间会有一些空档。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助战毕方的定位是增伤灵宠，提升异常抗性只是多附送的额外价值，顺便也可以舒缓一些灭队害怕控制的问题。助战毕方的第3个能力就是它也可以贡献一些输出。当己方全体武将每累计释放7次普攻后，毕方就会对敌方全体造成一次攻击力 120% 的伤害，是少数能协助输出的助战灵宠。毕方的攻击力和目前输出能力最高的助战灵宠毕岸属于同一个级别。毕岸的平均攻击力会比毕方略高出一点点，它的优势就在于有能力在第1回合就将2次输出全部打完。而毕方则还是赢在持久的能力上，因为毕方的攻击并没有使用次数限制，而且启动条件也很简单，完全没有硬件门槛。只要我方武将的总普攻次数达到7次，毕方就会攻击1次，并且在光星和大乔的联手下，也同样有机会可以在第1回合就释放出2次攻击来，这就是毕方的优势。不过7次普攻才会出手1次的这个设定，也限制了毕方在一般队伍里的发挥。因为在常规的队伍里，每个人都只能普攻1次，毕方要2回合才能出手释放1次攻击，这个效率就太低了。但哪怕你的队伍里只有一个普攻型的武将也好，毕方就能正常发挥每回合攻击1次的能力。毕方真正强大的地方
其实是它的综合能力。它有很强的增伤能力，能提供异常抗性，自身还能贡献一点输出。放眼望去，目前还没有哪只灵宠能做到如此全面。最后来说一说助战秘方的抽取建议。虽然大家的重心全都在后续的兔子和白泽身上，但实际上助战秘方也属于必抽的灵宠，其地位还在鹿鼠之上。接下来的几个版本都会是普攻流的天下，所以秘方的普攻增伤能力会起到很大的作用。鼠突、女团、五子和盾江都会需要秘方的增伤。助战秘方在兔子和白泽登场时，也都还是一线灵宠，可以和他们一起上阵使用，一直到水猴子登场后才会完全被取代，所以使用寿命还是蛮久的。建议最少也要抽个3星，把异常抗性的能力也开了来过渡。哪怕是只有2星，没有异常抗性的秘方也总比没有的好。另外，秘方也是一只在刷分活动上非常重要的一只灵宠，或许在新的魔将活动中也有机会出场，也说不定。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